特朗普撮合俄乌元首会晤，遭遇重重阻力，都跟特朗普打在一起，更多的是他一厢情愿，立场尖锐对立，矛盾难以调和，质疑泽连斯基的这种合法性，在国内反噬非常强烈，不允许乌克兰割地球。战火持续蔓延，和平之路迷雾笼罩，短期打不赢，长期打不起，乌克兰真的会输得一塌糊涂。凤凰聚焦：俄乌元首会面难在哪？正在播出。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双普会后，特朗普放话，普京和泽连斯基的会晤指日可待。但是眼下对这场众所期待的会晤，特朗普却改了口，说普京和泽连斯基是油和醋，根本搞不到一块儿。迷雾重重的普泽会到底能不能成为现实？对俄乌来说是打还是和？这道命运交关的选择题背后是怎样的纠葛？Дорогі українці та українки。 2025年8月24日，乌克兰迎来了第34个独立日。1991年的这一天，乌克兰政府发表国家独立宣言，正式宣布脱离苏联独立。在这个本应欢庆的时刻背后，战争已悄然吞噬了3年半的光阴。基辅独立广场上，总统泽连斯基面容严肃，语气坚定，他重申绝不妥协，并疾呼国际社会捍卫乌领土完整。他的话既是对国民的承诺，也像是对敌人的宣誓。Україна, яка стоїть на своєму і може постояти за себе. А тому Україну чують, з Україною рахуються, до неї дослухаються. Її місце за столом. Їй не кажуть почекайте за дверима. Їй кажуть вирішувати тільки вам. 在讲话中，泽连斯基毫不含糊地表达，一寸土地都不会让出。然而现实却是阴云密布。俄乌战事迈入第4个年头，乌克兰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困局。8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于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面。对此次相见，特朗普自信地打出满分，而普京也向他递出访问莫斯科的邀请。这场会谈不仅影响着美俄关系的修复，更悄悄改写了俄乌战局与美俄乌3方博弈的规则。随后，特朗普放出乌克兰应以领土换和平，永远别想加入北约，泽连斯基必须妥协等言论，每一句都像一把刀悬在乌克兰命运的上方。对此，泽连斯基并没有坐以待毙。8月18日，他在欧洲7位领导人的陪同下访问白宫，试图扭转特朗普的态度。然而在媒体镜头前，特朗普却自顾自扮演起调解人的角色，公开喊话泽连斯基应与普京面对面谈。可谁都知道，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And I have a feeling you and President Putin are going to work something out. Ultimately, this is a decision that can only be made by President Zelensky and by the people of Ukraine working also together in agreement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I just think that's very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come up. 事实上，特朗普此番的撮合，在此前与普京的闭门会谈中早已埋下伏笔。普京愿见泽连斯基，但条件是乌克兰承认乌东4州归属俄罗斯。作为交换，俄默许其他国家向乌提供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的安全保障。而特朗普却在与欧乌领导人会谈时，轻巧地将决定权推给了乌克兰。特朗普所说的俄乌首脑会晤，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乌克兰全盘接受美俄在阿拉斯加达成的这些共识，甚至认为呢，如果不接受的话，乌克兰就是破坏和平、阻挠停火。乌克兰并不急于要跟俄罗斯达成一个妥协，甚至不愿意同意俄罗斯提出这个和平方案。而是仍然坚持自己的这个原来的一些和平的一些建议，比如说
全面的无条件的停火，然后再谈和平的问题，再谈领土的问题，再谈安全保障的问题。互换在乌克兰来讲呢，就是非常难接受的。正如泽连斯基总统自己讲，领土的更改我没有权利，这等于是不敢直接杠特朗普，但等于是说你让我来做，你给我提出了个题目，让我把这作业写好，但是我告诉你，这作业吧，它不该我写，我也写不了这作业，这等于是间接的这个拒绝了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建议。8月21日，特朗普宣称将在2周内评估和谈的可能性。消息一出，引发全球关注。俄乌元首即将会晤，甚至可能会升级为美俄乌3方峰会，这是否即将成型？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此前对普京和泽连斯基实施真人秀式施压，实则藏着自己的政治算盘。在竞选期间，他曾豪言24小时解决俄乌冲突，但上任后迟迟未有进展。加之关税战、伊朗空袭、国内大而美法案争议及爱泼斯坦案发酵，使共和党内部开始动摇。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40%。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逼近，特朗普急需一场外交胜利。推动停火不仅能缓和美俄关系，拓展能源与技术合作，更能置换出战略资源，转向他更在意的印太战场。可这场残酷战争的背后，牵扯着百万生命，错综利益。特朗普所期待的由双方元首直接拍板的速成和平，真能如他所愿吗？在俄乌问题上，我认为美国已经到了一个没有什么牌可打的这个地步了。制裁对俄罗斯来说会产生一定的经济上的压力，但不会改变普京的战略目标。同样呢，这个断掉军援对乌克兰来说现在也不是最痛苦的一件事了，因为欧洲已经开始动起来，正在逐渐取代美国，或者是从美国购买军火援助给乌克兰。很显然，双方都在哄着特朗普，不想跟特朗普撕破脸皮。但另一方面，双方呢，这个在关键问题上都跟特朗普打在一起。所以特朗普提的说俄乌首脑会晤，我觉得更多的是他的一厢情愿。对现在的俄乌而言呢，特朗普的这种焦虑更多的体现在他对美国优先的这种考量，以及对他个人政治声誉的一些追求，比如说获得个人的诺贝尔和平奖。面对特朗普的积极促谈，俄乌双方很快都亮出了自己的立场。泽连斯基在独立日演讲中强硬表态，乌不会将自己的土地交给占领者。但另一方面，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谢尔盖·基斯利察却表示，泽连斯基愿与普京面对面讨论领土问题，但只限于两人直接会晤的时候。俄外长拉夫罗夫则回应得轻描淡写，会晤尚未列入日程，不过普京并不拒绝。I thought this would be, in many ways, the easiest way.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utin. I thought it would be the easiest one to stop, and it's really not. It's very complex. It's very personal from their standpoint. There's tremendous dislike personally between the two men, and we're going to have to straighten that out. But I would like to see them meet first. They'd like me to be there. I may be there. I may not. I'll see.But I wanted them to work out their differences first. 双方在谈判程序上的一个巨大差距。俄罗斯主张它是自下而上，几个原则性的东西谈好了，最后呢到最上级两个人一见面把这个东西敲定，这是俄罗斯的途径。那么从泽连斯基的讲呢，他的途径什么呢？自上而下，就是两边我要先跟你谈，谈完了以后呢，定下来的事儿，然后具体的细节由工作层来谈，或者高级代表团来谈。这个所谓程序之争啊，与战场态势密切相关。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就是目前呢，俄军在战场上占有相对优势。泽连斯基要求自上而下，就咱们尽快两边一号谈，尽快停火，也就是说止血止损。而乌克兰想跳过所有的中间环节，直接跟普京见，不是等于见面了乌克兰就承认现在俄罗斯的所有的领土诉求。应该说，泽连斯基通过见面吸引西方对乌克兰问题的重视，要到更多的军援和财政援助，跟俄罗斯继续博弈下去。问题是在俄罗斯看来，没有共识哪来的见面？不会为了见面而见面。何况现在俄乌两国属于交战状态，对普京和泽连斯基来说，见面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外交。如果没有共识的话，那更没有见得，或者说更没有共同语言可聊。
显然哪一方都不愿意轻易让步，和谈进程好似陷入了僵局。焦躁的特朗普立即采取更强硬的姿态。8月21日，他在社交媒体上若有所指地表示，不去攻击入侵国，想要打赢战争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这番言论放在当下的语境，无疑是在鼓动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发动更多攻击，迫使俄方坐下来谈判。紧接着，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又发布了2张意味深长的照片，一张是他手指点向普京的胸口，另一张则是冷战时期尼克松以同样手势警告赫鲁晓夫。彼时美苏冷战正酣。1959年7月24日，在莫斯科举办的美国国家博览会上，尼克松与赫鲁晓夫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意识形态与核竞争的辩论。辩论中，尼克松言辞强硬，警告赫鲁晓夫不应在冷战对抗中轻举妄动。这一刻，历史仿佛正在重演。他在向俄罗斯施压，劝俄罗斯在和谈问题上，在领土问题上软化立场，某种程度上是撇清某些西方媒体和美国民主党对他的批评，认为美俄合流去要求乌克兰割地求和这样一种这个言论。第二个，他讲到了入侵国，实际上就是暗示，如果俄罗斯不停火，或者说在谈判问题上仍然坚持这个强硬的立场的话，那美国可能会同意乌克兰使用远程打击武器打击俄罗斯的战略纵深，甚至包括首都莫斯科。那这就意味着，就是特朗普在软硬兼施，在向俄罗斯施加一定的外交压力和安全压力。他突变也是说明他现在在乌克兰和欧洲是无招可使了，他就不得不现在把压力再重新转移到莫斯科，谁能够压得动，他就往前推一推。特朗普高调推动的和平努力背后折射出的是俄乌之间的深层裂痕，其中领土问题似乎是双方之间的死结。8月24日，俄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泽连斯基对华盛顿提出的领土问题的协商说不，这是对特朗普和美国的挑衅。We are not against him playing games and playing various shows, but it is not going to resolve the issue because he publicly stated that he is not going to discuss any territories, thus challenging President Trump and other American colleagues who stated the territorial issue must be on the table. He clearly stated that nobody can prohibit him from joining NATO. 8月18日，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面时，现场架着一幅战场地图，图上清晰标示出俄军控制的区域，乌方近1/5的国土被占，而泽连斯基手中筹码仅剩库尔斯克州10几平方公里。俄方提议乌军完全撤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换取俄归还苏梅与哈尔科夫州约440平方公里土地，但乌方要让出的却是足足6600平方公里。巨大的差距令会晤尚未开始就已举步维艰。放弃这2块孤立的那种飞地，换取呢完整的顿涅茨克，这个是俄罗斯的如意算盘。但是拿到乌克兰这事儿就大了，3年苦心经营，建立了坚固的防线。如果泽连斯基要让了的话，那么在国内的话，那个反噬会非常强烈。那就是说，我们乌军这个拼死拼活拼了3年守住的东西，结果俄军都没拿到，结果你拿那2小块这个换下去了，在国内的反响恐怕这个是可想而知的。领土问题对乌克兰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首先从国内法来说，宪法是不允许，也没有授权总统做相关的这种权限。第二个就是欧洲也不允许乌克兰割地求和。假设乌克兰真的割地求和的话，欧洲就会认为俄罗斯有可能在乌克兰危机之后，在其他的方向继续复制他在乌克兰的这种现实主义的做法，继续用武力改变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种边界，那欧洲就彻底崩溃了。我认为实际上在领土问题上，普京想通过外交和政治手段来实现他的领土诉求的可能性都不大。领土僵局让元首会晤变得扑朔迷离，而即便跨越了这一关，还有更多矛盾等在后面。这场见面注定难上加难。
泽连斯基清醒地意识到，割地换和平绝非上策，更残酷的是，一旦停火，谁来保障乌克兰的安全？特朗普3番5次声称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欧洲尽管说要保障乌克兰安全，可是泽连斯基明白，仗打了将近4年，欧洲都没有下场，或许只有抱上美国的大腿，获得特朗普的承诺，才能有实打实的安全保障。特朗普与普京会晤时，普京曾口头答应允许西方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这被外界视作重大让步。可仅仅几天后，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却厉声警告，任何以维和部队为名的北约军队踏入乌克兰，即视为对俄宣战。俄主战派的怒火迅速扑灭了妥协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普京的让步无异于为西方插手乌克兰事务打开了方便之门。8月24日，俄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采访时也态度强硬地表达了立场。People see security as only security for Ukraine, and they are prepared to send intervention force, occupying force, to the Ukrainian territory to deter Russia. 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决定着乌克兰在北约和俄罗斯这2大铁锤对立对视的这个格局当中啊，乌克兰这1亩3分地儿，它充当什么角色？如果是把乌克兰置于北约军队的保护之下，俄罗斯又认为说打来打去，你虽然没加入北约，你这等于变相你这不还是把欧洲军队给弄进来了吗？但如果说按照俄罗斯的要求，说你们谁都不能进，那么这显然又是欧洲国家不愿意的，因为我要把你作为战略屏障，或者是那个抵御俄罗斯进一步扩张的这种前沿。所以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安全保障问题呢，它的解决难度绝不亚于，甚至比那个领土问题还要复杂。对俄罗斯来说，最大的是安全保障；对乌克兰来说，最大的也是安全保障。俄罗斯答应由美国和欧洲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实际上是想打破目前在战略谈判上的一些僵局，就是要求北约也向俄罗斯承诺，以未来北约放弃继续扩大。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俄罗斯战略上的一种对冲。第二个就是俄罗斯同意美国和欧洲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可能也是希望乌克兰在顿巴斯的领土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以打破目前的这种外交和军事僵局。阻碍会晤的还不止领土与安全，普京方面对泽连斯基总统身份的合法性也提出质疑。因战时状态，原定于2024年3月的乌克兰大选未能如期举行，这也导致泽连斯基的总统合法性存在争议。在与特朗普会面时，泽连斯基被记者追问选举问题，他辩称战时无法举行公平选举，但却遭到特朗普当场反问，场面一度尴尬。So you say during the war you can't have elections. So let me just say 3.5 years from now. So you mean if we happen to be in a war with somebody, no more elections? Oh, that's good. 拉夫罗夫在采访中表示，普京不否认泽连斯基是乌克兰的领导人，但如果涉及签署正式文件，他的合法性存疑。一句话又给未来2人的会面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按照乌克兰的国内法，泽连斯基的合法性是不存在问题。俄罗斯提出的这个合法性问题，实际上就是跟乌克兰在打舆论战，通过质疑泽连斯基的执政合法性，来试图论证他在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啊，保护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啊，这个保护乌东的人民啊，这个不受非法的什么新纳粹的这些政党或者是政治家的这种影响或者是压迫。如果是俄乌就领土和安全保障问题达成一致的话，实际上乌克兰总统的合法性问题就是一个伪命题。只要满足普京的所有的这些目标，我觉得普京会非常高兴跟泽连斯基见面。泽连斯基的背后还站着整个欧洲。8月18日，他赴白宫时，7位欧洲领导人一同前往，这绝不仅仅是支持，更是监督。战事延宕近3年半，乌克兰与欧洲在战略、安全、经济、能源等领域都有着深度的利益捆绑。欧洲担心美俄私下交易，拿乌克兰乃至欧洲安全做筹码。法国总统马克龙清晰表达了欧洲立场，任何和平进程
不能没有欧洲的参与。 The idea of a trilateral meeting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fix it. And by the way, I think as a follow-up, we would need probably a quadrilateral meeting because when we speak about security guarantees, we speak about the whole security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And this is why we are all united here with Ukraine on this matter. 事实上，泽连斯基现在在外交、安全、经济等各方面都得听欧洲的话，因为美国不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背景下。那么，欧洲已经成为乌克兰唯一可以依靠的金主。乌克兰既然想从欧洲继续拿到援助，它就在安全问题上、谈判问题上必须要考虑到欧洲的一些诉求。乌克兰将与欧洲进行战略上的这种绑定，视为它跟俄罗斯战略博弈的一个谨慎的一个资本。假设还不跟欧洲紧密绑定的话，乌克兰真的会输得一塌糊涂啊！既然它是它的救命稻草，那欧洲说什么，乌克兰一定会听进去的。欧洲之所以如此紧张，是因为他们清楚，一旦乌克兰被牺牲，自己将是下一个目标。3年的军事援助、经济支持可能瞬间蒸发，地缘战略防线也将面临崩溃。他们不能接受自己成为另一个乌克兰。特朗普特意讲到了说，欧洲没有必要上谈判桌。美俄就乌克兰的领土和安全问题达成一些共识之后呢，就让乌克兰来接受这些条约，最后做成和平就可以。甚至没有提到这个未来欧洲安全谁来保障啊，这个问题都没有提。那这个就给欧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安全焦虑。他担心美俄缓和以牺牲欧洲的安全利益为代价。有分析认为，由于在核心利益上的巨大分歧以及缺乏信任基础，俄乌元首会晤的时机远未成熟。更大的可能是俄乌双方官员继续接触，或是在第三方协调下进行一些非正式对话，为未来的高级别会谈铺垫。接下来边打边谈是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就在特朗普高调推动和谈的同时，战场并未降温，反而愈演愈烈。8月21日，俄军导弹击中一家美国企业在乌的工厂，引发严重火灾，导致至少15人受伤。次日，乌军对俄罗斯德鲁日巴输油管道的关键泵站实施精准打击，一度中断了这条向欧洲输送原油的重要线路。战火仍在燃烧，和平却迟迟没有回升。Every conversation I have with him is a good conversation, and then unfortunately a bomb is loaded up into Kiev or someplace, and then I get very angry about it.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the war done. It's tough. I thought that would be, of the 7 that I settled, I thought that would be the easiest of the group. See, you never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You know, war, strange things happen in war. 边打边谈可能是一个常态了，因为呢，这个打不赢啊，但是呢也谈不出来什么结果，但是谁也不能完全放弃这个政治和外交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这个手段。第二个就是，即便是现在短期之内就是谈不出任何结果，但是双方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他们都在军事上都无法打败对方啊。俄罗斯虽然占优，俄强乌弱，俄攻乌守，但是呢，俄乌冲突是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战略博弈。只要西方的援助不停，乌克兰在这场危机中就不至于这个出现重大的溃败。所以俄罗斯就会被消耗，被这个拖着，啊，他就很难从这个战争的危机中完全走出来了。双方即便谈了，今后也会进入一个谈打、谈打结合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你在战场上拿不到东西，我到谈判桌来抢；谈判桌拿不到的，我就到战场上去抢，就会出现这么一个阶段。最后会出现一个很拧巴的，双方都不得不接受，但是又都不满意的一个协定。俄乌和平前景并不明朗，未来局势也有着多种走向。若特朗普强压乌克兰接受领土损失，或许可以暂时冻结冲突，但从根本上无法解决俄乌领土主权的诉求。这种方式也将导致美欧关系紧张，并为未来新的冲突埋下种子。如果泽连斯基在内外压力下被迫接受某种形式的事实停火，在乌克兰国内民族情绪高涨的背景下，极有可能导致政治动荡，他自身也将面临未知的命运。而一旦美欧政治意愿和经济能力发生变化，导致乌克兰战场难以为继，
战局出现重大转折，也可能将双方拉回谈判桌上。美俄乌犹如在棋桌对弈，各自的规则和目标截然不同，这已然成为一场耐力、意志与心理的较量。短期内也许没有赢家，而真正的破局还远未到来。谈肯定会谈，因为双方都知道短期打不赢，长期打不起。军事斗争和谈判斗争最后会搅到一起，可能就是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如果这个时间长了呢，又引起一系列的外溢的矛盾。俄乌冲突至少在2026年还会持续下去的，觉得欧洲就不能让乌克兰输。那现在呢，乌克兰通过装备的国产化，会降低它的这个采购成本。通过跟欧洲国家的紧密的战略合作、军工合作，实际上呢，乌克兰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就从装备的角度，它还是有很大的这种潜力的。未来俄罗斯要想真正在乌克兰实现军事上的重大胜利，甚至是要完全夺取他想要的这个顿巴斯领土，我觉得都有很大的这个难度。目前看来，俄乌是僵局。如果俄罗斯和美国还有乌克兰、欧洲不能就这些问题达成一致的话，还是一场持久战，是一场消耗战。普京和泽连斯基的立场分歧实在是天差地别。俄乌针尖对麦芒，而背后还有美国和欧洲的纠葛拉扯。卡住普泽会、卡住俄乌和谈的，或许不是细节，而是各方都想争夺更多的筹码，和平的代价也因此越来越大。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